新加坡的观众朋友，或者常来新加坡旅游的观众朋友，一定对这样的画面非常的熟悉。不过，最近走动新加坡樟宜机场的人，一定有发现，机场内的摆设跟平常不太一样了。没错，就是多了一点过年的气氛。像我今天走进这里，映入眼帘的就是一颗看起来极为喜庆的凤梨。仔细一看呢，原来是机场人员特地布置，提供给旅客照相用的布景，而且一旁的商店也卖起了过年时必备的糕点。今天的香格格就带您来了解一下新的风潮，那就是出国过年去。我大概都会去一些西方国家，因为我不会去好像有过华人新年的地方，因为那些人很拥挤很多，而且也住宿也很拥挤这样。我们去纽西兰去8天旅游，去蓝岛而已。上个礼拜天就是26号的时候。我们已经新加坡，因为我有孩子，有6个孙子，我们已经提早吃团年饭了。因为上一次我们没有过年去了，通常我会在新加坡，因为比较传统嘛。自从我父母亲有在，我通常不在新年出国，因为我父母亲现在这2年已经不在了。所以我的先生做一点小生意，所以他只能够在新年期间，从初1或者除夕可以休息到初6、初7这样，所以我们只好利用这段假期时间出国。全球的观众朋友，你好，我是美香，也是伊娃。我今天非常的兴奋，在新加坡机场第3搭客大厦进行我们的专题节目。今天要谈的呢是出国过年去。那么我们既然在这个搭客机场大厦呢，就难免会听到一些什么杯盘碗筷的声音啊，或者是行李拖过的声音，或小孩子或旅客的声音，都是要让您身临其境。所以呢，希望您可以跟我们一样，在新加坡的机场一起享受今天的话题。我身边有2位非常可爱美丽的小姐，首先是从事旅游工作已经5年的钟小姐，你好。美香姐你好，全球的朋友大家好。那还有一位是1年呢大概出国3、4次的刘小姐，刘小姐你好。你好，大家好。好，这是你第1次上节目吧？对。好，看起来很兴奋的样子哦。我首先想问一下钟小姐哈，在新加坡，是不是一般人一到了过年就喜欢出国？我相信一般上都会想说，因为你是 festive season 过年的气氛嘛，每个都会好像说有那几天的假日啊，为什么倒不如去国外去看一看啊？是，对，那它的量的增加，你有没有统计过？当然没有说详细的数目字啦。可是，例如说，平常你做导游的时候，可能客人1个月是多少？可是到了这个年节的时候，会增加吗？一般上新加坡人都会多多少少都会增加出国旅行的那种都想了，一般上都会想去。比平时好像说假日啊，好像说年尾或者年终啊，都会多出一点点，对，大概会多到18仙、28仙以上吗？大概是那个范围左右。哦，对。那刘小姐，过年的时候你会不会出国啊？平常天过年的时候都不会出国啦。哦，过年你会特别留在家里？对，因为就还没结婚，就为了拿红包嘛。原来他是为了拿红包留在新加坡过年。照你这样讲的话，应该都是其他要出国的，就是不想给红包了。应该是刚结婚的人吧？哦，对哦，在新加坡是不是有很多年轻人为了不想发红包就出国去旅行的？我猜是吧？我的那些刚刚结婚的朋友都不来新加坡过年。一般上都是这个样子。来，你拿着麦克风讲。一般上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吧。所以照你们的这样的说法，就是过年出国的比较多的是年轻夫妇吗？那倒不一定。
有啊，有好像说三代同堂的啊，一起出国去啊，哎，或者说好像说刚刚结婚的一般上都是这个样子，或者朋友说那些没结婚的也有，就是都会约好啊，哎几时过年啦，我们就一起去吧，因为反正他们都是没结婚没办嘛，对不对？是。那大部分选择过年出国都会选择什么国家的比较多？是比较远距离的呢，还是飞机几个小时就到达的？大概都是东南亚一带的国家，还是在这个东南亚区比较多。对，因为你过年才在新加坡只是2天嘛，对，2天的假日，可是今年的过年是Forsyth 31号星期五，所以 is a long weekend。哦，所以因为 long weekend Monday 也是 is also a holiday for Singapore。是，所以今年的假期会比较长一点，对不对？对。那刘小姐，假如啦哈，假如真的要选择一个地方去出国过新年，你会选择哪一个国家？哇，如果假如我蛮想去韩国。哎，我想问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就想避年嘛，就最好去那个没有过农历新年的地方，因为韩国也是有一个传统，也可能也会过新年，对不对？对。那要不然就去一个完完全全没有所谓过年的地方，会不会更好一点？就是还是想过一点小年的感觉吧，有它的气氛。感染一下，多多少少都想感受一种那种过年的气氛吧。那为什么不留在新加坡感染，要跑到韩国去感染？不是很太热了吧？新加坡太热了，好，过年的时候比较热。I'm spending Chinese New Year in Hong Kong. I'm meeting my parents who are working there. They've been there for a few years, but we've usually had Chinese New Year here. Yeah, this time we are having a change. Indifferent. We've already had some reunions with family members here, so it's not really that much of a big deal to go and celebrate overseas. I don't think it really makes a big difference. It'll probably be a bit more eventful since it's Hong Kong. But yeah, 恭喜发财 Happy New Year. 我们来想一想啊，其实华人的新年是希望一家团聚，或者是好多年没有相见的亲戚朋友相互的拜年，大家看看大家今年过得怎么样去年过得怎么样，今年有什么新的计划，谁又添了新的小孩子，事业又怎么样，嫁人了没有？那为什么我们这样出国了，不是这种味道就没有了吗？其实我蛮赞同你的看法的。是，我本身老实讲，在这个过年期间呢，好多旅行社都要求我帮他们带团，然后我就跟我老公通知他一声嘛，毕竟是过年嘛，都是亲朋戚友会去彼此的家拜个年，然后他就应了我一句话，你又不缺钱用。然后可是我本身我是很想，因为我很想我在这行差不多我做了5年了，我真的很享受好像说遇到从世界各地不同地方来的朋友，是，我真的是很享受，我不把它当成是一个工作，老实讲。所以你也希望过年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去外面过年？对，然后好像说好像说带给他们有一种那种过年的感染一下过年的气氛，新加坡过年的气氛。我们可不可以说，新加坡人过年喜欢出国？有的人讲了，有可能是跟亲戚或家人的感情并不是这么好，大家过年在一起很尴尬，不如就出国。所以也有人判断，就是说，一般来讲，家庭的感情，尤其跟家人的感情，不是这么好的时候，就会想要出国。你同意吗，刘小姐这个说法？可能吧，有可能吧，所以我才没出国啊。我跟我家人感情很好啊。真的可爱了，他的意思就是跟你讲说，我家可没有问题了哈，那个出国都是有问题的。那你有没有在这个出国过年去的情况里面看到，有一些出国不怎么开心，在机场就开始有一些 quarrel 或者吵架争吵的？5年有见过吗？有都有见过。我就很难想象在机场吵什么。
有，好像说，我在这5年里面，偶尔都有看过，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讲说，Hello guys, you're here to enjoy yourself, you know, it's a small matter， 就是尽量把他们平息这个。他们吵什么呢？一些芝麻绿豆的事情。好奇怪哦，都已经一起出国了。一种米养百种人嘛，对不对？是。所以有时好像说，如果一个大团来讲呢，比如说很多的人，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他有他的意见，我要去这边，他要去那边，然后就是在那里。所以其实我们谈到一个话题，出国过年其实也不是想象中的这么容易的，因为要全部符合自己的心愿，也不是那么简单，对不对？对。那你觉得出国过年的话因为要发红包嘛？出国过年还是要发红包的，对啊。出国过年应该还是要吃团圆饭的，对不对？那旅行社有没有特别是因为过年团这些东西会把它安排在里面？也会啊，好像说比如说30号我们是年除夕嘛，是团圆饭，是，然后都会安排。在国外还是有团圆饭，还是要捞鱼生。对。那如果带过年团的话，导游会不会拿比较多的红包？这个是individual 对吗？因为有些好像说会做人的旅客啊，导游这个是个红包给你啊，不好意思，因为是过年，你还要麻烦你好像帮我们带这个团体啊。是。But individual, like I say. OK. 那刘小姐，我最后一个想问你一下哈，就是说，你觉得过年出去玩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什么？以你那么有旅行的经验，过年出去玩跟平常出去玩准备的东西是一样的吗？我看如果过年出去玩的话，应该是要看你去哪个国家吧。如果去那种比较多华人有庆祝的话，带多一点钱吧。这是很实际的想法，我很同意。好，我们一会儿再继续跟您聊出国过年去。我是美香，也是伊娃，待会儿见。We're here on holiday with my husband, my 2 daughters. One's 4, the other one's 1. This is their first time in Singapore. My husband and I were both born in Singapore, but I've been in England for the last almost 20 years. And it's been almost that long since I spent Chinese New Year in the East as well. So this is quite special for us becaus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ve been back in the East, in Eastern country, to spend Chinese New Year. So every year, Chinese New Year in England has been quite uneventful. The big event would be Christmas. So Chinese New Year has always been, you see some red lanterns out, you go out for a nice meal, and that's Chinese New Year. So I had a bit of a culture shock today because I was just in a mall and I was trying to get some baby food and it was impossible to get in because everybody was there to try to get the food. Bangawan Solo was completely, lots of people. And it was just a bit of a shock because just a few days ago the same place was almost empty, and today is like everyone is out to get the shopping done. So that was interesting. It's a wonderful feeling. We've decided that it's high time to come out. Usually we would get our family to come and spend time with us in the UK. S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decided, well, it's time to bring the children back. Since the children were born, we've not been traveling very much. So it's a wonderful feeling because it brings back memories of when we were children. So, the whole thing about ang baos and Chinese New Year decorations in the house, that's the first time our children are experiencing that. So it's really meaningful. 再度回到伊娃 Living Room， 今天非常高兴在新加坡机场第3搭客大厦访问钟小姐跟刘小姐。那么我想问一下钟小姐，你从事这个导游工作5年嘛？如果真的有人问你说啊，钟小姐，今年我们全家要出国去过年，你会推荐哪些国家？还是跟他讲不要去了，在新加坡就好？没有，就是看情形。如果真的他们想出国来讲呢，是他们比较喜欢那些寒冷的国家，或者是想去感染一下他刚才所说的嘛，至少年的气氛。对，过年的气氛呢，就是去一下台湾啊、香港啊、韩国啊、中国啊这些地方，我会建议他们去这些地方，至少他们可以感染一下那些华人过年的气氛嘛。然后那些如果他想去那些冬天的有
韩人的国家，我会建议他们去Europe 是 或者美国。我本身下个月也会去美国。哇哦，24小时飞机飞昏你哦。对呀，好累啊。对。那通常我们出国去过年的话，刚才刘小姐讲的很有意思啊，就是要带钱，对不对？你的意思说我们到过年到国外去发红包的意思啦？比较多东西吧。因为就是你过年的时候，全家大小都懂你出国，会希望你买更多东西回来吧。是，那刘小姐，你的朋友钟小姐，你的朋友一般出国过年，他们的原因是什么？一般你看到的？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就说可能说他们讲说很久没出国了嘛，对不对？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有没有家庭年年都是出国过年的，绝对不在新加坡过年？哎，我大哥大嫂年年都出国去，对他每年都出国去，可以省很多红包钱吗？没，他们是很大方，没，他们也是红包也就先派了红包了，对，因为他们是自己做生意的，他们24小时常年都没时间休息。除了过年的时间，他们才真正有时间说休息一下，出一下国啊，去玩一下。Just having a break, you know. 我了解。Yes. 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钟小姐跟刘小姐，但是呢，这个时候还是在过年的，我们一人讲一句吉祥话，好不好？刘小姐，你先开始。好马到成功。好，来，我祝大家龙马精神，并且在新的一年里呢，能各自在自己的领域上大展宏图。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我们下期再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听到多年来都和老伴一起出国过年兼度假的人，也有归心似箭赶着回新加坡和家人团聚的朋友，更有准备远渡重洋去跟家人吃团圆饭的青年。在你收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呢？在这里，祝福出国过年的朋友有一趟愉快的旅程，而那些跟我一样留在国内过年的朋友，想必也度过了一个热闹快乐的新年。今天的香格格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喽。力的呼声，让你的生活更美好。